俄军的 S-400防空导弹被海马斯火箭炮成功摧毁，这是否意味着我国花费了200多亿购买的 S-400也毫无用武之地，会被价值500万的火箭炮给摧毁呢？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期一张在网上流传出的乌克兰战场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图片中是俄军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指挥车遭到袭击，整辆车上布满了弹痕，已经报废。而从现场图片来看，这辆防空指挥车并不是遭到乌军的直接炮击摧毁的，而是被海马斯火箭炮在近距离打击产生的爆炸中受到波及摧毁的。对于这样一张照片，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毕竟在战场上出现战损是很正常的事情，更别提还是防空导弹这种优先打击目标。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次事情的主角可是 S-400防空导弹，堪称是全球顶尖的防空导弹系统。我国当年为了获得这款武器，可是花费了30亿美元才买了6套。结果在乌克兰战场上，这款全球顶尖的防空导弹系统却被价值近500万的海马斯火箭炮给摧毁。这是否就意味着我国的这200多亿是白花了？到时候连价值几百万的海马斯火箭炮也拦不住呢？在出售 S-400导弹的时候，俄罗斯号称它能够拦截飞机、弹道导弹、无人机、巡航导弹，甚至是高超音速武器等多种目标，最大探测距离可达600公里，可同时对300个目标进行追踪，并引导瞄准其中的72个，对其中的36个进行打击。最大拦截高度为3万米，最低拦截高度也有9米，拦截目标的最大速度可达15马赫。也正是这样强大的性能，才吸引了全球多个国家的关注，让我国也花大价钱买了6套。然而就是这么强大的一款防空导弹，在乌克兰战场上却被摧毁，并且还是被射程仅几十公里的海马斯火箭炮所摧毁，让人不得不怀疑它的性能。其实在之前，不光是 S-400、S-300 也传出过被乌军摧毁的消息，只不过这次是有明确消息显示是被海马斯火箭炮摧毁。但这样也并不意味着 S-400 的性能不行，而是这活儿明显就不是 S-400 干的。从数据上来看， S-400 的确是能够拦截海马斯火箭炮，但目前将防空导弹用于拦截火箭炮的也就只有以色列这种中东土豪的铁穹防空系统，其他国家的防空导弹主要保护的目标都是军事设施、防护设施、工业区等高价值目标。这些地方一般情况下都会远离前线战场，即便距离战场很近，也会严防死守。这就导致了射程只有几十公里的火箭炮根本就够不着，能做到这点的也就只有远程轰炸机、战斗机、远程导弹了。而这类型目标就是 S-400的主打业务，并且这类型目标价值较高，进行拦截的时候不至于亏本，否则一发几百万美元的导弹拦截10几万美元的火箭弹，完全是亏本买卖。另一点则是 S-400 也不是万能的，没看到俄罗斯在边境不光是部署了 S-400， 就连 S-500 都部署了，结果不还是遭到乌军的袭击了吗？因此没有什么防御是能够做到万无一失的，特别是在现在的体系化作战的背景下，即便是强如美军，如果仅凭单一一款武器就想挡住所有的打击，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了，一味的防守也是不行的。俗话说得好，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只有主动出击才能避免挨打的情况。如果仅靠这些防空导弹来拦截敌方的打击，不就等于是在专门等着挨打吗？像之前为什么没有什么消息传出乌军摧毁俄军的防空导弹，就是因为俄军在前期的攻势太猛了，直接把乌克兰的海空军在不到1周的时间就给打解散了，仅剩了几十架战机还得偷偷藏在仓库里悄悄起飞，想去摧毁对方的防空系统更是做梦。而现在乌克兰战场上多次传出俄军防空导弹被摧毁的消息，就是因为俄军的打击力度小了，并且北约给的军援也都到货了。
虽然不是什么大杀器，但是对俄军的这些防空导弹来说，也能够带来威胁了。别的不说，光这次的海马斯火箭炮就是。如果说俄军继续恢复到刚开战时的全面进攻状态，那么乌军又怎么可能有余力发起反攻，摧毁俄军的防空导弹呢？所以说，这200亿我国还真没白花。看看我国购买 S-400是什么时候去了？那时候的我国虽说不至于一穷二白，但是像样点的进攻装备都没有。为了避免遭到敌人入侵而没有还手之力，才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现在我国不仅是有了盾，连矛都有了，二者结合之下，发挥出的战斗力要远超以往。靠着这样一支体系化作战的队伍，在战场上是不会出现好几百亿的防空导弹被500万的火箭炮摧毁这种事情的。